歼20作为中国空军现役最先进的战斗机，其每一次改进都会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根据环球网的新闻报道，歼20的首席试飞员认为，中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歼20未来会为其引擎配备2D 推力矢量喷口。对此，有军事专家表示，这意味着该战机将获得更强的机动性和隐身能力，并将使之超过美国的 F-22。在面对香港凤凰卫视的最新采访时，记者提问歼20未来在推力矢量控制方面会有何发展。歼20的首席飞行员李刚表示，歼20预计将配备带有2维推力矢量喷口的发动机。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的歼20，目前都使用没有推力矢量控制能力的圆形喷口。外界对于歼20的发动机一直存在疑问，一是怀疑其推力不足，二是怀疑其没有矢量推力喷口，机动性能有限，三是尾喷口未做任何隐身处理，后向和侧向隐身能力堪忧。中国军事航空专家傅前绍对环球时报表示，推力矢量控制将为歼20提供额外的机动性，而2D 喷口可以增强歼20的隐身能力。中国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上展示了歼10必胜的矢量推力控制器，这是一种3D 矢量推力喷口，这显示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复杂的3D 矢量推力控制喷口的制造和控制能力。那为何中国不在歼20上推广3D 矢量喷口呢？傅前绍解释了2D 和3D 推力矢量之间的区别。他说， 2D 矢量喷口是矩形的，而3D 喷口是圆形的。对于歼20而言，保证隐身能力是首要任务，机动性足够应对与4代机可能发生的格斗就行了，无需过分强调。毕竟未来隐身战斗机的空战还是以超视距空战为主。其次， 2D 喷嘴的控制更为简单，对于飞控的压力更小。李刚在报道中还说，他希望歼20的推力矢量喷口只能像 F-22那样垂直移动，但傅前绍说，他希望歼20的未来喷口能够水平移动，这将使中国战斗机在这方面超过美国同行。显然，飞行员希望保守的方案来保障飞行安全和控制性，而专家希望战斗机的性能可以做进一步提升。在2018年的中国航展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歼20何时能够获得具有推力矢量功能的发动机时，歼20的首席设计师杨伟回答说，你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用上，但你怎么知道没有用上呢？军事观察家解释这一说法，即歼20的开发人员已经在飞机上测试了推力矢量控制很长时间了，只是未进入批量装备。而歼20虽然已经首飞10年，但其发展可谓一刻也没有停歇，包括开发国产大推力发动机、开发双座型号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竟美国已经在研发第6代战机，而周边的国家的第5代战机也在成熟，包括苏57和韩国的 KF-21，未来都可能实现大量出口，从而导致中国周边的隐身战斗机数量激增。所以中国绝不能满足于歼20目前的技术状态，更先进的技术甚至第6代战斗机都要提上日程。中国空军的战略航空力量一直是对外打击的拳头部队，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根据俄罗斯媒体网站最近的报道，近期中国的战略轰炸机轰6K 从位于中国中部的机场起飞，千里奔袭东海和南海。俄专家认为，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正在积极演练对海打击作战，因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轰炸机部队的首要任务。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宣布，战略轰炸机的飞行和训练是中国空军制定的夏季作战训练计划，不针对特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轰6K 轰炸机在飞行数千公里后演练攻击了海上的假想目标。据报道，中国飞行员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的天气条件下练习摧毁目标。特别是导演组有意为飞行员选择了艰难的课程，以便在复杂性增加的情况下，增加战略轰炸机机组人员操作导弹武器的经验。中国军媒报道说，轰炸机群是轮流起飞的，前几架飞机已经完成了战斗训练任务，返回基地，而另一批轰炸机则还停留在空中。这样的训练是与实战相符的。在实战中，解放军也会时刻保持一部分轰炸机停留在空中，以便随时对时间敏感类目标进行快速打击。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航母打击群是中国空军此类训练的首要目标。轰6K 轰炸机是解放军空军战略力量的骨干，它们由 WS-18 引擎提供动力。实际上，这是苏联开发的 D30KP2 发动机的中国版本。飞机的载弹量约为12吨，战斗半径约为3000公里。中国对轰6的导弹化改进源于90年代的海峡危机，当时中国缺乏远程精确打击力量，中国的2炮部队的导弹精确度不足，海军没有巡航导弹，因此只能寄希望于空军的轰6。中国为轰6开发了鹰击6系列的空地导弹，这是中国空军首次获得射程超过200公里的对地武器。几十年后，随着中国常见系列巡航导弹的入役以及火箭军弹道导弹精度的提升，轰炸机部队的远距离对地攻击任务开始转让给火箭军与海军，而轰炸机部队也获得了新的作战目标，就是敌方的大型作战舰艇。
中国空军最早为轰6集成了鹰击62亚音速远程反舰导弹，后来又集成了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些导弹的射程可达400公里，大机群齐射时可以给予航母编队以饱和式的攻击。虽然现在中国军队区域拒止力量的核心是战略火箭军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此类武器价格极为高昂，数量不足。本着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策略，中国空军也需要远程反航母力量。根据有关报道，中国正在向轰6轰炸机上集成颠覆性新武器 DF-17导弹，甚至是 DF-21导弹。这些超音速武器将会大大提升中国空军的反舰作战能力，使得中国海域成为外军无法踏入的一片禁地。近日，美媒披露美国海军的最新动态，其中4月12号刚出南海才没几天的罗斯福号又来了。仔细数一数，这将是罗斯福号2021年在中国南海的4进4出，对中国来说，美军的挑衅再次加倍。而在美军披露罗斯福号动态的前一天，上次和罗斯福号联合训练的4架 F-16也被确定，此前训练的时候写满了空导弹。据美媒透露，这4架战机总共携带了24枚空导弹，也就是说，一架战机就直接满载了6枚。这无疑是美军再次发出危险信号。而为什么这么说，就要看一下最近南海各方动态的大致时间线了。首先，从辽宁舰战巡行动开始，罗斯福号在听到消息后就直接杀回了南海。这是罗斯福号第3次进入南海，相比罗斯福号此前2次进入南海的时间间隔要短上一些，所以美军无疑已经开始加强部署了，局势危险性也再次增加。随后，美军舰在南海肆意跟踪辽宁舰编队，并偷拍辽宁舰，正好佐证了这一点。其次，罗斯福号本身就已经部署了相当长的时候，需要补给或者休息的时候，美空军4架 F-16战机来了，并且和罗斯福号进行了联合演练。随后，罗斯福号回关岛基地休整和补给，而 F-16当时公众其实并不知道这是4架写满导弹的战机，但是解放军必然是知道的，所以带入当时的局势来看，美军必然是在威慑中国了。回到现在的时间线来看，罗斯福号在休整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返回南海，是为什么呢？有消息人士表示，在4月20号当天，美国空军派出了2架 B-2A 隐形轰炸机飞往亚太地区执行军事行动。虽然这2架军机并没有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但是从航空管制的信息上看，当天美国空军位于日本横田的美军基地先后出动了6架 KC-135R 大型空中加油机。注意，当天美军侦察机也直接进入了我军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且和中国领海基线的最近距离一度达到27海里，也就是50公里位置。所以在当天很少有人关注到美军隐形轰炸机其实也来了。从这不间断的军事行动来看，美军无疑是在向中国发送危险信号，一旦中国出现颓势，或者让美军能够寻找到机会的时候，就可能一举突击。而对于美军航母，此前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胡波主任也评价认为，美军航母自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南海演练新战术，特别是将航母灵活运用的战术。其实从罗斯福号在南海4进4出也能看出来，美军出动航母的规律已经完全没有了，很可能今天离开了南海，明天就又回来了。而航母、战机、轰炸机都来了，并且在快速逼近，美军在南海的战斗机再次升级，中国必须将警惕提到最高级别。